我看到貌似已经有几栋楼拔地而起了。这里呢，已经回到了金山谷的驿库这个地方了。但是湖水啊，真的有点死气沉沉的感觉。起伏村里呢还是老样子啊，像是一座有活力的小城市。好了，已经回到了学院路大门里面了。现在呢，我骑过路啊，我迎面呢就是灵洞村马显藤庄。这个方面我之前也进去过，目前呢它在拆迁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貌似已经有几栋楼拔地而起了，看看目前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进去看一看。这几年呢，房地产不景，政府呢也不希望房地产继续攀升。那么，怎么解决这些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的问题呢？所以呢，就还是进行大量的拆迁。那现在这种拆迁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去库存的过程。据说跟以前不一样啊，现在呢不发钱，而是发所谓的房票。也就是说，你这个旧房子拆掉以后，他给你一张房票啊，这个房票呢只能买房，在多少时间之前呢还有优惠，可以打折之类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不知道过多少年，这个房票就失效了，不买就作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能用你拆掉的房子去换已经建成的新的房子。这么一个过程呢，就是释放出很多土地来。这边追求地产啊，我看它已经有几栋楼都拔地而起。搞不清楚这个房子是换的安置房呢，还是建的商品房啊？但不管怎么说呢，工地的施工偏火热啊，所以这边呢，这个村庄很快啊，过几年就会变模样。那么当然了，不只是这里啊，在其他的区域或者在广州更多的区域，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拆迁。那好处呢，就是把以前的旧房子拆掉，变成新的城区，让那些住在世世代代住在比较不堪的房子的老百姓，很多呢都村民，怎么能够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啊？那从另外意义上来讲呢，那怎么说？就他们失去了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土地，就他们的内心应该也会有相当的不舍吧。这个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了啊。所以呢，也有一些村民呢觉得条件可能不好啊，那他们就可能希望得到更多的面积、更多的补偿等等，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纠纷。但是最终呢，无一例外啊，村民们最后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啊。好，现在呢，我骑过光明北路啊，走路回去。
好，走过了一段路砖破碎的，应该是便道或者说是人行道吧。这个质量真的太差了，因为它以前铺完以后，后来路砖碎了一地，重新铺过，现在又成了以前那个样子。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公益路上面来了。这里呢，已经回到了金山谷的义库这个地方了。现在我们在里面去转圈吧。这个衣库呢，是我买了折叠车以后第一次到这边来骑行的地方。就转眼应该已经有3年左右的时间了吧。那我话还没讲呢，啪就挂掉，根本没啥。这里也就18年，应该没20年了，已经成为一个不错的社区了。这些树木都长大，变成林荫道了这边也有一个小湖目前不知道它的状态怎么样了我们骑进去再来看一看。
这个小湖好像属于哪里的样子。刚说完它属于哪里了，还是看到有很多工人在这边打草。但是湖水啊，真的有点死气沉沉的感觉。我们可以来观望一下啊，这个对面就是一片住宅区，看看这个湖啊，那些荷花谢了。这边的很多工程都这样啊，弄得很快，弄好的时候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要求，你看这些地砖呢翘起来等等。
现在呢，我来到了市广路上了，但是我不清楚前面有没有一个横过马路的路口。看了一看啊，已经骑行了13.5公里，回到家呢应该超过15公里了。可能这几天都没有骑行吧，就觉得骑起来是非常的轻松。骑行到最后一段的市广路上啊，电池没了，说明今天骑的不顺路。前面呢有一个红绿灯，但愿呢有可以过马路的人行道啊。好，现在呢，我骑过市广路啊，进入前面的景兴村。现在呢，我骑回到祈福村里了。
祈福村里呢还是老样子啊，像是一座有活力的小城市。好了，已经回到了学院路大门里面了。沿着学院路一路下去呢，就可以去回家去了。感觉不错啊，骑了15.几公里，也不是很热啊。可能今天气温本身就不是很高，再加上呢，现在已经快5点了，太阳好像也没那么毒辣。还是相当不错的，从上回来之后的一段休闲式的骑行，主要是为了活动下身体啊。就希望呢，过段时间啊，天气凉快点，可以去更远的地方骑会儿车，去走一走去过或者没去过的地方，自己可以欣赏一下更多的风景啊。同时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那今天呢，就骑行到此啊，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拜拜。